裴如言，他不是死了多年？是我弄疼了你，还是你不愿嫁我？我的手什么时候这么年轻了？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出嫁这天。可是怎么会嫁只能再活2年的他？世子，新婚夜您怎么走了？小姐，你怎么还有心情照镜子啊？世子新婚夜就抛下您，这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？都怪二小姐，要不是她突然闹着不愿意嫁给世子，非得嫁给世子的亲弟弟裴二公子，我今为什么要移嫁给裴二公子了？是啊，半月前二小姐突然吵着要跟你换亲，我看她就是不安好心。难道她也重生了？上辈子她嫁给世子，世子和她成婚3个月就死了，此时她都没个一儿半女，无依无靠，守了一辈子活寡，所以她换了亲，想要改命。如今我已嫁给世子，木已成舟，若是不做出改变，走她晚路的就是我，怎么办？小姐，您和世子圆房啦？没有圆房，是半圆房。对，圆房。我尽快生下他的孩子，母凭子贵，我就在府中有保障，哪怕他死了也没关系。紫菱，快替我穿衣，我要去找世子。找世子道歉？圆房。怎么软软的，还不疼？有酒味，你喝酒了？上辈子我嫁过来还没3个月，就听说他郁郁而终，可诺大国公府都是他的，有什么好抑郁的？喝酒伤身，咬人之时，倒不怕伤我。你若还气，我让你咬回来就是。从冷淡到热情，不过半个时辰的功夫，夫人就有2副面孔。夫人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今晚是洞房花烛夜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夫人想和我在一起，因为我必须要和你有个孩子。我有公务，今夜歇在书房。哪来这么多公务？不就是不想和我同房吗？我今天就不达目的，不罢休。那我就在书房陪你，直到你和我圆床。夫人请自便。我就是有点冷。沈桑宁，沈桑宁，你就是小骗子。听说了吗？昨夜世子歇在书房了，少夫人新婚之夜就被抛下，她舔着脸跑到书房过夜的，都是长安伯府的姑娘。二少夫人的待遇就不一样了，昨夜翠竹院一夜浇了3次水呢，世子那边竟然1次都没有。我竟不知夫人蝎子也要遭你的议论。世子恕罪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她生气是因为被拉踩了？那方面她不会真的不行吧？议论世子夫人，扣半年月钱，自去领罚。谢世子，谢世子。走吧，该去给父亲母亲请安了。果然还是因为被人说不行，让他觉得没面子。父亲、母亲，儿媳给公婆敬茶，父亲请喝茶。儿媳给公婆敬茶，母亲请喝茶。这丫头究竟有什么吸引如颜的地方，能让她3番4次恳求我上门提亲求娶？茶太烫，母亲喝不了，去换盏温茶。他竟会替我解围。母亲，请您喝茶。沈氏，如今我还在长家，不需你为府中事务劳心。
你作为长媳，要早些为眼儿开枝散叶。是，母亲。行了，你先回去吧，如眼留下。当初这门婚事，你3番4次求娶她，我才遂了你的意。眼下为何成了婚，你却新婚夜丢下她去了书房？你怎么了？既然娶了人家，就要负责。是他昨晚突然不愿意的。为何？怎么不说话了？是我昨晚有公务在身，母亲，我先走了。姐姐，昨晚世子没有和你圆房，今日母亲可有为难你？你也别太往心里去。母亲虽然骂得不好听，你怎知我和世子没圆房？贞洁帕已经检验过了，没有问题。母亲更没有为难我。姐姐就不用在我面前装了。世子碰没碰你，我清楚得很。你那贞洁帕的落红，定是你割破手指伪造的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没有伤口？姐姐，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。若你一直生不出孩子，就不可能在宫府立足。昨晚我和二郎如此费力，怕是要早比姐姐生出孩子了。妹妹为何如此笃定？我自有法子知晓。我甚至知道，我夫君将来会有大造化。妹妹怎知裴二公子有大造化？难道你能预知未来不成？姐姐话跛子看多了吧？我夫君文武双全，才华横溢，日后必成大器，说不定还有上战场立功加爵呢。上辈子裴彻确实在战场立下汗马功劳，可若非我在后方为他家杂掐关系，他怎么可能在10年内就做到大将军的位置？沈妙仪只看到裴彻光鲜亮丽的一面，却看不到我在背后的付出。罢了，我说这些姐姐也听不懂，但我可以告诉你，世子是不会有子嗣的。你这辈子等着守完活寡，守死寡吧。你竟敢打我！嫂嫂，你在做什么？为何打我夫人？二郎，我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姐姐，竟然对我如此动粗。妙妙无辜柔弱，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嫂嫂。上一世为了辅佐这纨绔成为大将军，我劳心费力，外人看我光鲜，实则落得一身病疱。这一世终于摆脱了。他诅咒子嗣不敬长嫂，院中所有人都听见了，如此口无遮拦，日后岂不是闯下大祸？我不仅打他，还要他罚抄《道德经》100遍，小惩大戒。妙妙就算说了，也只是一时口误。嫂嫂罚了这么重，可谓斤斤计较。你这是在教我当家主母如何行事？二弟，再怎么说我也是你的长嫂，长嫂如母，难不成国公府规矩是不敬长辈？不敢，那就听嫂嫂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我听你说。要尊敬长嫂。夫人在高兴什么？我在高兴，嫁给你真好。夫人当真这么认为？是啊，嫁给你当长嫂的感觉真好。夫人先回青云院吧。你又要去书房吗？你不是休，为何不回青云院休息？而且你还没用早膳呢。不休息也不吃饭，什么身体都经不住这么折腾啊！我还想你多活几年，让我有个孩子呢。不必管我。裴如也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讨厌我为何要娶我？既已娶我又不肯与我同房，你是想不负责任吗？我不尽责。昨夜你骂我混蛋，我哪像你的新婚夫君，倒像是逼良为。昨夜我不是有些害怕吗？我跟你道歉。不接受。裴如也，你若不愿娶我，那为何在新婚之夜与我共度？昨夜我同你说的话，你不记得了？难不成我重生前他说了什么？你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还没回答我问题呢。昨晚已经回答了。
我兴许昨夜睡糊涂了，这才不记得了。要不你再说一次？晚上不必等我。怎么如此别扭，真难伺候啊！还得再想想办法。来人，回房吧。小姐，今早收拾你嫁衣的时候，你搭配的蝴蝶耳坠少了一只，你有看到在哪儿吗？不小心掉了吧？小姐，你与世子的关系这么僵持下去，奴婢担心后日回门，世子那边不好说话。回门他肯定不同我一起，上一世他因为公务繁忙，也没陪同沈妙仪回门，这次也定不会陪我回门。啊，那小姐岂不是要沦为笑柄了？嘘，谁敢笑话世子夫人？好了，这个不重要，别自寻烦恼。你去帮我办件事儿，你去单茅堂买一盅春日饮来，小心着些，别叫人看见。小姐，这可是那个药啊！小姐我马上就去。陈叔，后日夫人回门，你按照礼单去把回门物件准备齐全。世子，只送礼品吗？您不陪少夫人回门，少夫人那边会不会生气？你先去置办。看来他真的不记得了。父亲，您不用等世子了，今日回门，世子是不会来的。回门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世子怎会不来？这还不是因为姐姐新婚夜得罪世子不说，还没脸没皮吹到书房惹怒了世子。什么？你说他得罪了世子，他怎么敢？父亲，京中人尽皆知，您若是不信，姐姐来便知晓。桑宁，世子呢？世子休沐今日结束，公务繁忙，故没回来。回门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就算公务繁忙，他也会陪你回来的。我看真如你妹妹所说，是你把世子给得罪了，他才不愿。姐姐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看就是你把世子得罪了，不然为何世子人没来，连回门礼都没有，就这么让你两袖清清？哪像二郎，可是带了许多珍贵礼物陪我回门。出嫁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出嫁从夫，你倒好，新婚夜就与世子闹不和，是诚心让我沈家蒙羞吗？我没有你这么不知羞的女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抱歉，夫人，我来迟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今日六部无事，我来陪夫人一起回门。他竟放下公事陪我回门。为了备礼晚了些，想岳父不会介意吧？都是小女不懂事，世子可别怪罪。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上辈子裴如烟以公事为由，不陪我回门，害我被父亲训诫。怎么与沈桑宁成婚后，他就推了公事都要陪他回门？还有，我们夫妻二人的事，容不得他人多嘴，望各位知居。夫人家的多嘴，贤婿别放在心上。既然来了，就快进屋吧。妙妙，你不是说沈桑宁不受世子重视吗？害得我刚刚在世子面前丢了脸。父亲，他确实不受世子待见，不然世子为何新婚之夜去书房？我看世子定是觉得不过来有损国公府颜面，这次勉强陪他回门。女儿保证，说的都是真的。大家都知道姐姐新婚之夜贴着脸去书房，让沈家丢尽了脸。傻站在那儿做什么？沈家就是这么教你规矩的吗？回门该拜见父母的，还不快跟进来敬茶？老爷，罢了，我受点委屈没什么的，毕竟人家如今是世子夫人。那我也是他爹，还不快过来！小婿和夫人自然要给岳父岳母敬茶，让世子见笑了。是小女不懂规矩，
桑宁还不快来拜见父母？我说的不是柳夫人，是桑宁的亲生母亲。他怎么会帮他撑腰？只是岳母亡故多年，自是喝不上这盏茶。按道理，我与夫人该去祠堂给母亲进香。祠堂在何处？母亲不在祠堂，在我房里。岳父，这是何故？桑宁的娘出生商贾，我们伯府没有商贾之女入宗祠的先例。您的原配正妻竟不配入祠堂，还是说我的岳母配不上沈家？闲叙哪里的话！国公府世子的岳母自然能进宗祠，今天就进，今天。父亲，不必了。母亲习惯与我相伴，想必也不愿意进沈家宗祠。沈桑宁，你如今成了世子夫人，连父亲的话也敢反驳了。既如此，我们将母亲的灵位带回世子府，可好？上辈子我为了将母亲灵位接走，想尽办法拼尽全力，可最终无可奈何，从未能想过此生能将母亲灵位接走。好，不可！怎可将桑宁母亲的灵位放到你们夫妻房中？这不行！岳母的灵位自然不是放到我与夫人房中，我会将岳母的灵位供奉到国公府祠堂。兄长，这不合规矩啊！再说了，父亲和母亲是不会同意的。是啊，姐姐的生母怎么配？父亲和母亲那边我会去说。至于规矩，夫人的母亲亦是我母亲，孝道就是规矩。岳母只有我夫人一个女儿，既然她在夫家遭受排挤，我这个做女婿的也该孝顺一儿。岳父不会不同意吧？当然同意。多谢。我们接完娘就回家，我想这里也没有什么待着的必要了。好。裴如言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沈桑宁，真是反了天了！岳父消消气，我兄长就那脾气。喝茶喝茶。你不是说沈桑宁不得宠吗？我看这一点不像。早知道你不如嫁给世子，多么风光无限啊！娘，您放心，沈桑宁她只是风光一时，过不了多久就等着守寡吧。况且她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，等我生下孩子，成为主母掌了权，沈桑宁就等着在公府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吧。二郎，没想到让你看见这样的一幕。妙妙在这么复杂的家庭长大，还如此娇软天真，可真是惹人怜悯。夫人，我们回家。这是我幼时从金陵带回来的，我父亲不喜欢这些东西，出嫁时我就没带走。但现在不用在意他的感受了，我就想把这个也带走了。好，今天谢谢你，不管是回门还是替我娘出头，我都记在心里了。我陪你回门，替你出头本就是应该的。娘的灵位进府中祠堂，国公府，你不必担心，父亲母亲那儿有我想办法。那我们要不要聊聊子嗣的问题？夫人是真喜欢孩子，还是想用孩子巩固地位？你对我毫无感情，显然是后者。我现在便可回答你，子嗣一事不着急，你不必想着用子嗣巩固地位，我也绝不会纳妾。可是我着急。岳父不爱岳母，夫人在家过得幸福吗？你很冒昧。抱歉，我只是觉得感情不睦，不是非要生下孩子。你想用孩子做巩固地位，可有想过孩子的感受？这世上夫妻大多是遵循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难不成都不生了？再说了，国公府门第高，孩子出身好，你我又会是好父母，难道还能委屈了孩子？不是委屈，是我不愿。你不愿意，那新婚夜我的脖子都让你亲红了。那是因为世子、少夫人，国公府到了。今日起，
我都会住在书房，你不必寻我。那怎么能行？不相爱就不能生孩子，那你得活过3个月啊！我可等不了。今晚就把小桃买的用上，反正我俩本就是夫妻。紫菱，将那春日椅拿来。少夫人，确定是今天吗？前2日你还磨刀霍霍，今天怎么害怕了？这2日奴婢听说了很多事，他们说世子平日里看似温和，实际御下严苛，不容犯错。严苛些好，谨慎些不是坏事，但这同我没关系啊，我又不是他下属。差不多时辰了，你去请世子过来吃饭吧。他若不来，你就说我有一件无关子嗣的大事要同他商量。菜都热了1遍了还不来，架子倒是挺大。马车上不欢而散，不会打算跟我划清界限了吧？我正打算去寻你。马车上夫人可不是这般好脾气。夫妻哪有隔夜仇嘛？若不是需要他给个孩子傍身，才不愿热脸贴他冷屁股。说吧，你要同我商量什么事？先吃饭，吃完了再说。你都瘦了，多吃些。以他的性子，主动献殷勤准不是什么好事。夫人请我前来，就是看我吃饭。吃，我也吃。是不喜欢喝吗？他也不挑食，总不能是知道被下药了吧？你尝尝甜汤，我熬了许久，不喝都要凉了。你今日帮了我，我想感谢你。我细细思考了你的话，夫妻之间感情好了，对孩子来说也好。我想先同你培养感情。世子，不能喝！莫不是下药被发现了？少夫人，您有所不知，世子莲子过敏，有时吃了颗莲子，昏迷了2日呢。什么？过敏？行了，下去吧。你过敏，刚刚为何不说？你是不是不愿同我生孩子，故意不告诉我你对莲子过敏，好发病往后都有理由避开我？你怎么会这样想？我知道你因婚约不得不娶我，我一再退让，只是想与你有个孩子，往后在府中有所依靠。可你居然为了不和我圆房，到了宁愿过敏的地步！我已跟你保证不会纳妾，必须有孩子才能傍身吗？我居然不值得你信任吗？你何必这样疾言厉色？谁家娶妻回来只是个摆设？好，那我就不在这里碍你的眼。对我如此冷淡，我如何信他的保证？少夫人，世子怎么走了？我看他面色不悦。他不悦，我现在也很不悦。怎么忽然变得这么热？少夫人，你怎么都给喝了？这可是春日饮啊！那不是清热的药吗？奴婢怕被别人发现，把春日饮分装换到了清热的药瓶里。什么？奴婢这就去寻世子来。不行，方才吵了架，你去寻他还不知道他会如何想。给我准备冷水洗浴。少夫人，你怎么样了？
解药需要的小玩意儿，我给你买回来了。你放床上，出去把门关紧。为了少夫人安危，我还是去找世子吧。世子，少夫人不小心把春日饮给喝了，您救救少夫人吧。春日饮是什么？就是那种药。什么？夫人，谁？紫菱，是你吗？怎么回事？莫不是滚在哪里挂住了？世子，怎么是你？你在做什么？好热，这衣服怎么脱不掉？别乱动，看清楚我是谁。真俊，我最喜欢夫君了。沈骚宁，你说喜欢谁？喜欢你，我的夫君。当真喜欢我？你从不会拿我撒气，也不乱喜欢别人，还会替我出头，为我担忧。最重要的是自己会升官。别动。那怎么行周公之礼？你喝了酒，脑子不清醒。不做此事怎么生孩子？其实那药是准备给你吃的，我还准备了许多放在床头的箱子里，一次不行就2次，谁让你总是不跟我共度良宵生孩子？来人，端盆凉水进来。世子，放下，出去。这是幼年我在金陵外祖家布房制作的一批帕子，你怎么会有？这手帕是昨晚水杯打翻弄湿了衣衫，随手从你屋内找来处理的。等等，夫君，昨晚你为什么还是不愿？你问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，为了同我睡觉，夫人真是煞费苦心。春日野，你怎么会知道在那里？这可是夫人昨晚告诉我，为了跟我生孩子，巩固在府中地位，你竟以想到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作践自己。你已知晓，我狡辩也没道义，是我不对，可这事最终也没成啊。没成，不代表没有这件事。你何须这么生气？你我本就是夫妻。退一步说，你做的对吗？你是孑然一身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而我在这府中只有一人，想要个孩子都不行吗？若不是你，我又怎会出此下策？你怎么就不理解我呢？只有一人，你还是不信我？这样糟践自己，简直是不知悔改。这件事就让你如此生气吗？你好好说话，非得弄伤自己干嘛？我身侧不差虚情假意关怀的人，夫人不必假好心。假好心？原来夫君在我床边坐一夜，就是为了等我醒来拿上药兴师问罪的。好，夫君既认定我对你虚情假意，
你大可离开，往后两不相见罢了。好，两不相见。你若只是为了得个孩子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在一起的。既是如此，当初何必娶我进门？少夫人，怎么又吵架了？昨晚世子给您擦身子，照顾您一晚上都没怎么合眼。你说他照顾我一整晚，可他宁愿纡尊降罪照顾我一整晚，都不愿与我。少夫人，这2日奴婢和宫府的小伙伴们混熟了，听说了关于世子的事情。什么事情？是关世子的桃色暴力事件。听说世子16、17岁时心目一小姑娘。还临摹了画像，结果被小厮看见，世子当场发火，把那小厮发卖了。姑娘，然后呢？消息传到国公爷耳里，他把世子好一顿斥责，还把画烧了，断了念想，警告世子若再想那姑娘，就让他们一家吃不了兜着走。上辈子怎么没有听闻过此事？这事确信无误。奴婢听老嬷嬷们说的，只是没人知道那姑娘是谁，据说家世不显。莫非她不愿碰我，甚至前世不愿碰沈妙仙，是为这爱慕的女子守身？少夫人，您没有子嗣傍身，又总吵架，若世子不庇护，国公府的人都不是善茬，奴婢真怕您受苦。吵架还好，可若裴如娟突然离世，我没孩子依傍，才难在府中度日。紫菱，你去好好打听这是怎么回事，我好做一番筹谋。也不知道紫菱打听的如何了。至于裴如言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和你。他往后定是不会过来了。可我还没怀上孩子，绝不能坐以待毙。怎么你？你怎么来了？燕儿，你该知道，媳妇把岳母临危带回夫家这种事从无先例。你若执意如此，就让沈氏来见我。母亲，这是我的意思，亦是我的责任。岳母无子，作为女婿，我该担起为人子的责任。岳母被伯府所弃，倘若岳母还在人世，也该将她接入宫府，老有所依。而岳母早亡，入我裴氏祠堂又有何不可？你这般仅是为了你夫人？只是尽孝。罢了，你有孝心本就是好事。身为世子，品性纯良，往后家族重担交给你，我也放心。多谢母亲。等等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才允你。府中多年无新生，如今你已成婚，作为长房嫡子，更当做表率，必须每月初1、15、20去沈氏里过夜。你若不同意，这灵位就不许。是母亲让我来的。往后每月初1、15、20，我都会歇在院中。你若不愿，刚还苦恼想着如何找个台阶下，如今母亲这可是帮了我大忙。1月来3日，我得抓紧机会早日怀上孩子。愿意。今天就是15，你明日还要早起早操，我们先就寝吧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乖乖守规矩睡觉。总有机会生孩子，先稳住你再说。昨晚的事对不起，还有那酒我已经丢了。昨晚说的话可是真的？哪句话？你说喜欢我，可是真的？他心中已有倾慕女子，我也保证守规矩，只是同寝，
不能表现急切让他防备。我那时候喝了酒，糊涂了，也胡言乱语。好，糊涂了，就当我没听到。怎么又生气了？算了，明日再从长计议。冷。我该拿你怎么办？世子，该起了。父亲，早啊。你我是夫妻，我认为你不应该只是每月3日同寝，即便是不同房，也不该和妻子分房睡。每月规定的3天，我自会来，你不必心里总想着这事，反而总忘记自己说过的话。要不是需要生子，谁愿意热脸贴冷屁股？恭喜少夫人，贺喜少夫人，终于夺下世子芳心。昨日没有成功，前路坎坷，多有险阻。把床脚小玩意儿收好，拿去扔了，别让人瞧见。奴婢明白。夫人放心，这次不成，还有4日就20了，世子他还得过来。还有4日到20，但算算日子，过几日裴如言还要出府处理水患一事，我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？等等，你等会儿去书房帮我找几本治理水患的书籍来。少夫人，您找这些是做什么？现在说了，你也不懂。快去就是了。这一次一定要生下长孙。主子，您一直让盯着青云院，昨夜世子歇在青云院了，还浇了3口水呢。怎么可能？他不是不行吗？沈桑宁万不可怀孕。主子别急，虽是叫了3回，但您瞧，这是我从青云院捡来的，都是小玩意儿。原来如此，裴如言还是不行，只是借助外物。主子，世子行不行都还未查证，你怎么如此确定？我听婆子们说，老夫人给世子定下每月初1、15、20去少夫人房中，过2、3日就是20了，世子肯定还会过去的。等等，你说过2日就是1月20？是啊，我怎么把这事儿忘记了？这次水灾我提前准备，囤好大米，岂不是能一跃成为这京中首富？天助我也！这一世你注定要被我踩在脚下，任我践踏。走，我们去沈桑宁那儿。你来做什么？姐姐做事竟如此不小心，好在被我捡到。若是被别人捡去，怕不是整个府中都要知道世子和你屋里的事了。我竟不知妹妹听墙角技术一流。往后你既没子嗣傍身，又没权钱在手，我夫君以后必成大器。姐姐，过几日你吃不上饭，跪求我施舍，别怪妹妹今日没给你讨好我的机会。主子，您确定要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买仓库囤大米？夫人给您的嫁妆账上也没多少了，我担心，让你去你就去，耽误我赚钱，有你好果子吃。是，主子。扬州水灾，浮尸变险，米价疯涨，此时我不赚钱更待何时？少夫人，方才我见素云鬼鬼祟祟出府，以为是要办什么大事，跟了一路，发现他进了城内多家米店。二少夫人怎么会想着要买米啊？买米？莫非是因4、5日后扬州水患，此时囤米届时高价售卖，沈妙仪竟心黑到连这钱都赚。你找人去盯着，看看他还做了什么。让你去买米，结果米怎么才买了那么少？主子，嫁妆的钱都花光了，连柳姨娘给的提子钱也没了，我们已经没有钱买米了。什么？二郎，我最近缺钱时，盘算下手中银钱还缺700-800两银子，你可否从府中账上先支些？这本来有的，
可近期母亲要举办赏花宴，邀请了京城不少官宦人家，开支大银钱，吃紧得很。你不如再晚点。我可等不了。赏花宴这是一笔大支出，府中账上支使多少钱财都有理由。若是我来操办，府中钱财岂不随我用？夫人，那我在府中帮母亲办赏花宴。夫人，您这会子怎么还有心思看书啊？就在方才，那二少夫人跑到老夫人跟前，又是哭闹又是折腾，硬是把操办赏花会的机会给抢了去。她若想要，夺去便夺去吧。夫人，这赏花会可是在众多世家夫人面前大显身手的好机会，应当由您来掌管才是，怎么也轮不到二少夫人啊。不必置气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办。你这是要入宫？和陛下有些事情商讨。等等，我突然同他说水患一事，他定不会相信。可我若不说，水患发生在这里就晚了。夫人，今日还不是20。我知道，我是为别的事情来的。4、5天后，扬州会有特大水患，冲破堤坝，毁坏家田，恶殍遍野。这时节江南水患少有，朝中官员尚未得到消息。夫人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？还是说夫人会预卜先知？裴如言本就审慎敏锐，我该如何解释才能让他相信？我自幼在金陵外祖家长大，见过类似的事情，因为少有，所以才会忽视。有一年就因没有及时防护，导致死了很多百姓。过不久，江南即将进入雨。夫人，帮我准备笔墨纸砚。好。臣中书侍郎裴如琛冒死进言陛下，今观江南，目下虽安然无恙。你信我，可若是水患未发生，这便成欺君之罪。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与其被说欺君，也不能冷眼旁观数以万计的百姓死亡流离，何况不加防范，恐酿大祸。夫君，我近几日翻阅书籍，研究了许久。用金陵举例，我知道如何预防了，不知夫人如何想到这治水的法子？这是上辈子你研究出的方法，只是当时你接手处理水患的时间已晚，已严重到无法控制。夫人，幼年在外祖家，每逢水患听他们讨论的多，便记下了些。不知道你上辈子是否因为来不及治理水患，被陛下关了数日，伤了身子，郁郁而终。但这辈子我不会让此事发生。按照你这图纸方法，依金陵之地势，北靠群山延绵，南连扩原，非但可保堤坝无虞，亦能使缺水之地或水利之福。夫君生长在京城，竟对金陵的地势如此熟悉。幼年曾与重要之人久待金陵一段时日。原是如此，重要之人大概是心悦多年的那个女子吧。夫人幼年在金陵外祖家，可有什么深刻的记忆？我自幼顽皮，府中姐妹都不愿与我相处，整日也就在织布房与婆子们打交道，深刻记忆都在织布房了。没有其他了吗？都过去许久，我哪还记得清？他果然把我忘得彻底。夫君呢？和那重要之人在金陵有什么深刻记忆吗？小叫花子不会说话，小叫花子，小叫花子，走开！他是我朋友，请你们离开这里。跟我走吧，我保护你。夫人，我该入宫承奏圣上了。是因我提及他喜欢的人，让他觉得我多管闲事，不开心了吗？好，那夫君你入宫，千万要小心。夫君，即使是欺君大罪，我也与你一同承担。此事因我冒险，既为夫妇，荣辱与共才是。我等夫君回家。我虽无法全然预知这一世是否会有那场毁灭性的水患，无论结果如何，我都将坚定不移站在你身边，
不离不弃。你忘了我也没关系，哪怕这辈子都不会爱上我，我都会守护你一世平安。姐姐，怎么见着我转身就走？既然都看出我不想见你，还往我身边凑。姐姐对我这么有意见，不会是因为母亲直接越过姐姐，把赏花宴交予我负责吧？我知你心中有气，可耐不住母亲疼爱我呀，是吗？母亲一向一碗水端平，你不知道当日母亲便让她身边的嬷嬷把库房钥匙送来给我了吗？还特意叮嘱要我学着如何管家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母亲给我库房钥匙让我管家，公府库房罢了，又不是只属于你可支配的钱财。瞧你那不值钱的样子，几天后我会成为京中最有钱的人，到时候我的钱财买10个公府都绰绰有余。哼，沈妙仪，那钱你花起来良心上过得去吗？沈桑娘，你给我等着！上一世裴如叶水灾治不当，不仅入了大狱，还牵连我一道被惩处，今世你也跑不了。5天后赏花会，我会让你跪着磕头，求我给你一条生路。老二媳妇儿怎么还不上席？这是什么？全米宴！今日赴宴，本以为能品尝到珍馐美饯，未曾想竟是这般寒酸之物。难道国公府就这般待客？是啊，国公夫人，今日来的哪家郎君不是在朝中做官？您这宴会上全是米，未免也太寒酸了吧？老二媳妇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全米宴就是珍馐美涮。各位，今日水灾马上蔓延京城，到时候米价如金，这等全米的宴会，京城绝无第2个人能办。这确实听闻南边有水患爆发，我记得前朝爆发水荒，白米业涨了数倍，只有宗室才能吃得上。二少夫人，我家没来得及买米，我看一旁包裹里都是米，我能拿走些吗？当然。二少夫人果然大方，怪不得国公府不让世子夫人办赏花宴，反而交给了二少夫人。国公夫人真是有个好儿媳啊！老二媳妇这次做得很好，这宴会没白白交给你。母亲，妙妙只是平日柔弱，重要时候还是识得大体的。诸位，我和姐姐一同嫁入国公府，我准备了这赏花宴，姐姐她也做了准备呢。姐姐让世子进宫，如今已经5日未归了。老二媳妇说的可是真的？燕儿进宫5日未归？母亲，夫君入宫确实5日未归。母亲，您有所不知，我听闻姐姐主动撺掇世子去治水呢。现在可倒好，水患未见解决，世子还5日未归，说不定是治理不当惹恼圣上，已被惩处入狱了。我朝可从未有过臣子进宫5日未归的例子。几月前有位大臣进宫3日未归，结果被抬着的凶多吉少啊！裴世子现在莫不是已被下了大狱？可不是嘛，还是我们家老爷看得通透，早就说裴世子虽有才华，却不懂韬光养晦。都说娶贤妻如虎添日，你们看二公子虽纨绔，二少夫人却心细，还提前送米。二公子往后不愁家宅兴盛。是啊，看看这世子夫人撺掇世子摊上大祸，真是让世子倒霉。2姐妹真是天差地别，一个似福星添福气，一个似扫把星添灾祸。老大媳妇，你怎能如此莽撞，让燕儿去治水？都是承安伯府的姑娘，你行事怎么不及老二媳妇半分？还好娶了妙妙，当初若娶了这毒妇，今天降罪的就是我了。母亲，夫君入宫治理水患，确实是我主动让他去的。但心系百姓何错之有？如今水患肆虐，万千百姓流离失所，世子身为朝廷命官，治理水患是应尽的责任。救百姓危难，何错之有？为圣上分忧，何错之有？有好的方法能够减少生灵涂炭，非要看着灾祸发生吗？退一万步说，倘若世子真的治水失职被惩处，他为百姓做的这些，足以名垂青史。哪怕要他性命做抵偿，他也算是死得其所，一生有价值。我作为他的妻子，即便跟着被惩罚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心怀百姓，替圣上分忧，这般言论，较之于朝堂为官之人亦毫不逊色。世子夫人实在是深明大义啊！话虽如此，却也不无道理。他这份为百姓着想的心，倒也让人敬佩。老大媳妇儿，
你，母亲，您可不能被姐姐这一番话给迷惑住了。姐姐这么做，把公府置于何地？她只想当拯救百姓的大英雄，却把公府安危忘得一干二净。若世子失职入狱，国公府肯定受牵连，她怎能拿整个公府安危做赌注？老二媳妇说的不无道理。老大媳妇，你怎么能如此不顾大局？母亲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府好，救百姓就是为公府积福。若是为了一时安逸，眼睁睁看着百姓受苦，这不仅是公府的耻辱，更是世子的遗憾。沈桑宁，你还敢狡辩？身为世子夫人，你丈夫更是国公府的希望，你竟把整个国公府推到悬崖边上，还敢说是为了公府好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来人啊，把沈桑宁带到祠堂去跪着！上一世宫中传来惩治裴如眼的旨意，我连着一并被惩处入狱。沈桑宁，上一世我所受的痛苦，这一世都会窄落在你身上。且慢！老二媳妇儿，你还有什么要说？母亲，现在就让姐姐罚跪祠堂，似有不妥。我知你心善，但这是母亲的吩咐，你莫要阻拦。这个女人平日里总是心怀叵测，如今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惩治她，你却不让。二郎，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不能这么莽撞行事。虽说姐姐的做法自私，但宫中消息还没确定，为了公府声誉，还是要谨慎一些。妙妙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识大体，不像有些人只知道莽撞行事。沈妙仪，你少在这惺惺作态。姐姐，我好意为你求情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呢？不管世子有没有解决水患，宫中肯定会派人来传消息的。万一世子真的成功了，没被惩处，我们此时送姐姐去跪祠堂，传出去岂不是显得我们公府行事太偏颇？这要是落了别人的口舌，对咱们公府的声誉也不好。老二媳妇说的不无道理，公府声誉万分重要。这辈子你就等着被我踩在脚下吧。水患爆发来不及控制，圣上降旨惩处，全国米价飞涨。届时我不仅成清中首富，在公府地位也会更加牢固。少夫人，世子他解决了水患。水患解决，裴如眼没事便好。那米价呢？还和金子一样贵吗？二少夫人，你在说什么？京城米价肯定是正常的。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水患得以解决，那米价可不正常吗？公府这是把我们当猴耍吗？二少夫人不是说有可靠消息，水患定不会解除，简直毫无体统。我们世家在京城也是有头有脸，不想设宴，何须如此羞辱人？国公夫人，你作为当家主母，二少夫人做出如此上不得台面的事，你真的半分都不知晓。枉我还对你高看一眼，你真是让我丢尽了脸。这水患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治理？天灾出现，粮食短缺，饿殍遍野，死很多人才正常，不然我做的一切岂不是白费了？妙妙，你怎能说出这种话？你怎么能有如此恶毒的想法？竟希望灾祸横行，饿殍遍野，踩着无辜百姓的生命达到目的？你这样的人简直是没有人性！国公夫人，今日之事可真让我大开眼界，原以为你公府家教森严，没想到出了这么个不知廉耻的媳妇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。是啊，国公夫人，作为主母和婆母，你这也太失职了。有这样的媳妇自损根基，公府未来怕是要被她拖累了。你还有脸说出这种话？你就为了自己的私欲，做出囤米盼水朝发国难财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你究竟是想干什么？不是的，是你
是你找人假传消息，她是你的贴身婢女，肯定是你让她传的假话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没有撒谎。你还敢狡辩，想着推卸责任？母亲，你信我，世子现在还未归，若是有功，圣旨早到了，定是早已入狱被惩处。是姐姐害怕受惩处，故意构陷我。圣旨来了，定是惩处的旨意，你等着吧。圣旨到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关扬州水患发生，民生多艰。幸有能臣裴如眼与其夫人沈桑宁，洪水肆虐之前早有准备，规划治水之策，修堤筑坝以御洪流，疏河导池以畅水脉，使水患渐息。他终于赶上，抢先救下千万百姓生命，不是降罪的旨意。来呀！你这妇人好生无礼，竟敢抢夺圣旨！沈妙仪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这蠢货，你想让我们全家都陪着你获罪吗？朕甚欣慰，亦希望天下官员皆能以不娘、方正三为榜样，心怀百姓，上报府黎主。一定不是真的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的钱，我的大名，我不信！劳烦公公赶来一趟。今日弟媳身体不适，胡言乱语，让您见笑了。多谢公公，今日之事还望公公海涵。无害，这便是世子夫人吧？国公夫人娶了个好儿媳，圣上此次更是对裴世子轻言有加，夸赞世子夫人德容兼具。稍后赏赐便会入府，咱家要回禀圣上，就不多待了。瞧瞧，这二少夫人如此失态，真丢人，也太不知羞耻了。天子脚下还敢胡来？国公夫人也是。怎么能容下这样的媳妇在府里？方才还觉着二少夫人细致能登台面，如今一瞧，和世子夫人差远了，真是让国公府丢尽了脸。来人，把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打上10大板，家法伺候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都是因为你，我才会变成这样。你给我等着！母亲，妙妙身子弱，经不住这样的，您饶了她吧。彻儿，你连好坏都分不清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来人，把二少爷拉开，将二少夫人拉去祠堂关禁闭。为什么水灾没有发生，我反而被打还关了禁闭？沈桑宁人呢？世子夫人和世子回乡祭祖了。5天后回乡祭祖，你务必把握机会有孕，莫要让我失望。是，嫁过来快3个月了，这次回乡必须抓紧推进进度，在意外来之前怀上孩子。这里竹子多，定有谆笋和兔子，晚上咱加餐。时间还早，你去准备下工具。夫君，婆母派了人盯着，今儿个晚上咱们必须一间房啦。我晚上睡眠前，你莫要乱动。主子，有些公务要您处理。还睡眠前呢。这么久了都没有发现有兔子。算了，天色已晚，我们先去吃饭吧。是兔子，我可找了一下午都没找到，这从何而来？是世子好不容易想办法抓到的兔子。多嘴！你这么凶他做什么？你前段时间治水操劳，野兔最补身子，多吃些。他竟是为了我。夫君怎么这般紧张？我总觉得有些不对劲。夫君，今日良辰美景，莫要如此担忧了。夫君，母亲说了，让我们培养感情，还是说你不想？我心悦你，你可知晓？怎么脚下软软的？夫人，
有些事相爱的人做，才会让彼此都开心。你都没做过，怎么知道？总之，培养感情不靠这个。那靠什么？你踢床干什么？好家伙呀！莫出声，床下有刺客。拿命来！少夫人放心，我能保护你。小心！宁宁，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。本想等你们熄灯动手，结果听了半宿恩爱，裴少子莫不是柳下惠？你是什么人？想要什么？拿钱办事，怪你管了水患，挡人财路。你别伤他，再让他受伤，我必让你全家陪葬。你让他们退下，全部退下。你想跑，现在就走。竹林四通八达，放了我，没人能追上。放了你，有你这个人肉盾牌，我何必怕放箭？裴少子，我想要你的命，你给吗？裴如也，你别信，他没想让我活。找死是不是？裴少子，你最好快点做决定。好，他竟会为了我舍命。你先放了他。你先自断手臂表诚意。别动他，我答应你。是的，不可，不可，不可！夫君，不要！裴少子，拿不了你的命，我还拿不了你夫人的命吗？世子，此剑我涂了特殊药剂，你们就做一对亡命鸳鸯吧。主子，裴如也，你为了救我何必呢？值得吗？只要你没事，一切都值得。裴如也，裴如也，大夫呢？快叫大夫来，立刻恢复！大夫，这线有毒，你快些取出来。少夫人，我要给世子拔剑了，你使劲按着。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剑上有毒，要先处理入体的毒血。只是带在途中救治工具简单，目前处理起来有些困难。除非什么？你倒是快说啊！除非有人将毒血吸出，但会两人皆中毒。少夫人，你快救救他！少夫人，刚吸出的毒血缓解了世子体内毒的蔓延，但余毒并未根除，必须尽快回晋中医馆救治。您体内也有了些许，回医馆后需要尽快治疗。裴如也，只要你没事，我不和你生孩子了，我们培养感情好不好？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叫相爱，但是我想这辈子你能长命百岁陪在我身边，相守一生。祖宗供奉再多又如何？算算日子，裴如言早已遇刺身亡了。沈桑宁，你不是很得意吗？现在裴如言死了，我看你还能怎样？主子，这可使不得，
这是世子夫人母亲的灵位，不能对逝者不敬啊！不敬？我不仅不敬，我还要把这灵位给烧了，给娘解气。主子，你冷静些。冷静。如今裴如前已死，我马上就是世子夫人。上一世因我没有子嗣，没有丈夫撑腰，让我受尽屈辱的日子，我终于能够报复回来。这一世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。姑娘，快别踩了，这可是祖宗牌位啊！沈妙仪，祠堂重地还敢放肆，不是让你禁足吗？跪下！都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这个疯女人给我捉住！你们这群狗奴才，敢压着本世子夫人，狗命都不想要了吗？如此张狂，不知天高地厚！什么世子夫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心存歹念，不思己过，还敢在祠堂胡作非为，你还差得远呢！裴如燕遇刺，裴彻即将袭爵。嬷嬷，你快去打听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以后公府我说了算，你得看我脸色过日子。少在这大言不惭！燕儿有侍卫护婚，岂会遇刺不敌？世子遇刺，性命未卜，快叫府医！夫人，你也中了毒，要不然先去医治。我哪儿都不去，就在这儿等着夫君醒来。夫人，我现在给世子施针，能不能醒来，就看这一下了。裴如烟，一定要醒来！夫君，夫人，莫要哭了，我承诺护你周全，定不会食言。夫人，你怎么？世子，夫人这是为了救你，将毒血吸出，体内也有了残毒。一会儿老身为夫人配了解药方子，喝几个疗程便好。夫人，你为了我何必？夫君能为我付出生命，我亦可以。我救你，是因为我心爱之人，我在你心中也是你的心爱之人吗？再说，你是我的夫君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原来，她只是因我是她丈夫才如此。你要去哪儿？大夫说你要好好养伤，切勿乱动。我遇刺的消息定会传回府中，母亲知晓肯定会心急如焚，我得回去给母亲报个平安，稳住国公府。夫君好好养伤，我先回府给母亲报平安。这是怎么了？您可回来了！二少夫人把祠堂打砸了，还说世子遇刺身亡，老夫人被气得晕倒了。什么？而且什么？还不快说！而且二少夫人还把少夫人母亲的灵位给烧了。母亲的灵位？沈妙仪现在在哪儿？带我去见她。二郎去哪儿了？奴婢回来的时候，听说二公子去了军营。记得上一世几天后，他围场救驾有功，承袭爵位，我也顺理成章成世子夫人。沈桑宁啊，沈桑宁，这辈子你就看我风光无限吧。主子，我万一世子没死，回来可怎么办？把心放进肚子里，裴如颜死了，那是板上钉钉的。你且等着你的主子名正言顺成为世子夫人吧，到时候你跟着我，自然平步青云。是少夫人，您回来了。沈妙仪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把我母亲灵位烧了？我就是烧了，又如何？一个低贱出身的商贾之女罢了，怎么配放在国公府的灵堂？沈桑宁，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下！我看谁敢对国公府的世子夫人动手。
什么世子夫人？世子都死了，二郎很快袭爵，我才是唯一的世子夫人。闭嘴！他活得好好的，你少散布谣言，让府中慌乱。你说他活得好好的，为何他不出现？只你一人回来。世子受伤在治病，过几日便会回来。沈桑宁，少在这儿找借口强装镇定，还不快去把他按住！等我成了世子夫人，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沈妙仪，你破坏祠堂在先，弃用婆母在后，等母亲回来，我看你如何收场。少拿裴如莲吓唬我，她已经死了，整个国公府马上都是我的。来人，给我端个火盆来，看看这是什么。沈妙仪，你要做什么？娘，去找人牙子来，把他给我卖了。沈妙仪，你会后悔做的这一切。赶紧把他带走，看着就碍眼。我看谁敢！世子殿下，都是二少夫人让我们做的，我们只是听命行事啊！来人，把这些大不敬的仆人关进柴房，听候发落。是。沈妙仪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裴如言，你怎么会还活着？损毁祠堂，不敬长辈，你不配留在此地。流放庄子，终生不得回京。为什么前世裴如眼明明会死的，为什么他还活着？我的世子夫人之位不能就这样没了！为什么我想要的他都能得到？我到底哪里比他差？二公子，世子和夫人在房里欺负二夫人呢。这毒妇，趁我不在又欺负妙妙。桑宁，二郎，你回来了！我也不知是哪里惹着了姐姐，姐姐要带着世子来逼问我。以我的了解，他不会伤害你的。二郎，你在说什么？你对沈桑宁能有多了解？小心！夫君，有没有事？无碍。桑宁和兄长，他们怎么会？二郎，你刚刚为什么要去保护沈桑宁？明明我才是你的妻子啊！你是我的妻子，宁宁是兄长的妻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将沈密仪禁足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突出房门半步。是。夫人，我们走。你刚才为什么不护着我？你为什么不替我说话？你究竟有没有把我这个妻子放在心上？泼妇，还敢无理取闹！你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不清楚吗？夫人，我去母亲那儿报平安，你先回院中等我。夫君，来人啊，快去请府医！泱泱，泱泱，泱泱，好熟悉的名字。这个泱泱是你一直爱慕的那个女孩吗？少夫人，这药都热了2遍了，世子再喝不下去可怎么办啊？我来想办法。你去打听一下，世子方才喊了几声泱泱，是谁？是，少夫人。裴如言，只要你能醒来，哪怕是要成全你和泱泱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二少夫人，还请回去。过2日你就要被流放庄子了，若有了偏差，我们可担不起。宋元，宋元，主子，见我被关，你是不是跑去主妃那儿谄媚，想要去她房中？主子，我没有。奴婢发现子陵在打听一个叫泱泱的女子，听说这个女子还是世子昏迷中叫出来的名字，确定清楚，赶忙回来同您汇报。原来是上辈子心中另有他人，怪不得我上辈子会被裴如颜冷落，看不出他还是如此长情之人，两世都心甘情愿为那女子守身。咱也要跟着打听打听吗？不用，添堵的是他，我们只要等着看他笑话就好了。你去伯府把我娘找来，说我有事要与她商量。是。沈桑宁，就算现在你是世子夫人又怎么样？还是像我上辈子一样被裴如颜冷落，最后连孩子都没有，下场凄惨。只要我能牢牢守住裴彻妻子的位置，想办法生下孩子，世子夫人的位置最终还是我的。妙姨啊，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就被禁足院子不能出去了？都是沈桑宁那人害我被禁足。娘，你也知道，以往二郎对我百依百顺，最近他态度变化特别大，我被禁足，他也未曾帮我说话。娘，您经验丰富，我该怎么办才能挽回二郎的心？妙妙啊，你要多哄着彻儿一些。男人嘛，有时候就是孩子脾气，你只要顺着他的心意来，多在他面前表现得温柔乖巧些，他慢慢就回心转意了。这是扶春粉，你拿着。有时候啊，男人也需要一点小手段来唤起他的兴趣。娘这辈子也只能从你爹那里给你整些薄弱的家产，但你不一样，你是名正言顺嫁到国公府的，只要比沈桑宁先一步给国公府生下长孙，母凭子贵，你的地位才能稳稳当当。娘，您放心吧，她不会生出孩子的。你为何如此确定？娘，裴如眼心中真正爱慕的是一个叫泱泱的女子，我听说她连昏迷时候都在喊泱泱的名字呢。入府已3月有余，她依旧同沈桑宁分房，现在都看不上沈桑宁那个小贱人，往后又怎么会看上？泱泱，我怎么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啊？我定会比她生下孩子。妙姨，这个泱泱不是别人，正是沈桑宁啊！什么？当年敏子母亲还活着的时候，经常唤她为泱泱。自她母亲去世之后，在府中你爹也不是很待见她，这个名字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。泱泱是沈桑宁。妙姨，你这是为何？为什么又是他？他怎么处处都要阻碍我？原来上一世裴如颜冷落我，造成我悲惨人生的人是他，凭什么我2世都过得不如他？娘，您一定要帮帮我，我不能就这样输给沈桑宁，绝对不能。娘，5天后就是京郊围猎了，我知道沈桑宁肯定会去的，到时候我们在他骑的马上做点手脚，让那匹马带着他直接摔死在山崖下，一死百了。这会不会太狠了些？娘，您就忍心看着我继续被他踩在脚下，将来我的孩子也被他的孩子踩在脚下吗？如果不能除掉他，我和孩子这一辈子哪还有出头翻身之日？娘都听你的。你身体还没好利索，这是要去哪儿？围猎过2天就要开始了，圣上让我去盯着些，避免意外发生。可你刚病好，就不能……放心，处理完我会尽快回来。主子，马车到了。夫君外出处理公务，二弟等他回府再来吧。宁宁，我是来找你的。二弟脑子被门夹了，宁宁也是你能称呼的。宁宁，我从被砸后，脑海中一直闪过我们曾经在一起的片段。我闭关了几日，想清楚了，我娶错了人，我娶的不该沈妙仪，而是你。莫不是把他砸得有了前世记忆？我不知怎么回事，你就成为了兄长的妻子。但是一切还来得及，我们……住嘴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是你的兄嫂，你再这样对我不敬，我就要喊人来了。不，你不是我的嫂嫂，
你是我妻子，你是宁宁。你要什么？裴彻，府中都是人，我们可是兄嫂关系。宁宁，你现在想不起来没有关系，你信我，我们从前真的很相爱的。上辈子我忽视你太多了，上天给我这个机会，一定是让我纠正错误。我们应该重新开始的。放手！不放！宁宁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们真的在一起过，相爱过。我知道你的耳后有一颗痣。够了，裴彻，那只是你说服自我的想法。你真的以为我还是那个会为你付出一切的沈桑宁吗？我上辈子为你尽心尽力，最后得到了什么？宁宁，你上辈子终究是上辈子的事情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上辈子让你受了委屈，但是我真的爱你，你信我。裴彻，你错了，你爱的并不是我，你爱的是你自己，你爱的是那个为你心碎、为你死去的执念。你之所以想起前世那些记忆来找我重新开始，只是因为你觉得这辈子过得没有上辈子顺风顺水，认定沈妙仪不会给你多少帮助。不是的，宁宁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想要弥补从前对你的伤害。宁宁，我了解你，你很爱我的，你不可能这么快就忘记我们的感情。我上辈子和你成婚，所有的人都在教导我丈夫是天，我要做好贤内助，成就丈夫的一番事业，管理好内宅，夫妻利益共同，荣辱与共。我做那一切都是出于这个原因。我现在的丈夫是裴如眼，我爱的也是裴如眼。沈桑宁，你不要太天真了，只有我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你以为兄长真的爱你吗？他心里早就有了别人，他永远不可能爱上你。裴彻，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了，我和夫君的感情很好，不需要你来指手画脚，请你离开。你不要以为我在说谎，兄长不爱你的证据就在这里。裴彻，你疯了！宁宁，只有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，兄长他根本不爱你，你一定是被兄长骗了。宁宁，你看，这就是兄长日夜思念之人。夫君与我相识晚，早年有心悦之人实属正常，你也是有3妻4妾之人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说这些？你别再自我安慰。这里的东西兄长珍藏多年，都是那女子的物品。每年他都会花费很多心思和钱财找专人修缮。那是他的过去，与我何干？你费尽心思把这些拿出来，无非就是想刺激我罢了。无论你说什么，怎么刺激我，我都不会改变我的想法。这香囊是那女子所赠，即便是失了香味，兄长依旧珍视如宝。这手帕，据说是那女子亲手所绣，前些年我只碰了一下，兄长便严厉呵斥，可见兄长对她用情极深。那又如何？这都是过去的事情。这不是我幼年时在金陵缝制的帕子吗？这耳环，小姐，今早收拾你嫁衣的时候，你搭配的蝴蝶耳坠少了一只，你有看到在哪儿吗？这耳环也是那女子的物品，哪怕仅剩一只，兄长都细心收好。这些都是我的物品。原来裴如眼从始至终爱的人都是我。宁宁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哭。兄长会收集爱慕女子的物品，往后我也会仔细收集你的东西。宁宁，你就为了兄长如此伤心吗？你放心，等你回到我身边，我这辈子一定让你做京城最幸福的姑娘。少夫人，子陵，裴如眼呢？我要见他。我刚想和您说呢，陈叔说这2日狩猎场繁忙，世子就不回来了，到时候和夫人在狩猎场相见。好，那就狩猎场相见。我也有重要的事情要与他说。子陵，狩猎场毕竟风寒大，你去准备些袄和汤脯子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世子夫人对不住了，谁让你得罪了人？有人想要你的命！等等，谁让你走的？
夫人说一切顺利。沈桑年，这次狩猎场你就有去无回吧。主子，我们去接夫人，得知夫人被人接走，如今马车往郊外悬崖去了。什么？陈叔，你去找人和圣说，我有重要的事情，不能参加狩猎了。如今狩猎了，等狩猎后，我主动请罚。这，刚刚夫人还在呢，怎么会一转眼不见了？你们怎么做守卫的？已经派人快马加鞭通知世子了。怎么回事？沈桑宁出什么事情了？有人冒充府中马夫，将少夫人带走了。沈桑宁往那个方向去了。前面就是悬崖！夫君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什么人在你的马车上动了手脚，你的马车失控了。我得到消息赶来，幸好没有驶向悬崖，我们掉到山洞里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已经放出信号弹了，明日陈叔就会带人来救我们。夫君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夫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夫君，你本就有旧伤。你护着我从崖上摔落，万一……夫人，我真的没事。夫君，你不要总是把我推开。夫君，夫人，我们不能，只有相爱的两人才可以。夫君，你看一个在盒子里多孤单啊，一对才好。这……夫君，自与你成婚之日起，我便盼着能诞下子嗣以作依靠。后宅之中的女子，皆知母凭子贵，我亦不能免俗，此乃我之私心。我原以为，即便你我之间未无深情，仍可相敬如宾，平淡度日。然而，与你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你的温柔体贴，你的舍命相救，皆让我心动不。我只愿你我能携手白头，至于子嗣之事，已然不再重要。但是阿言，你为何一直不肯告诉我，你早与我相识，是那年在外祖家我救下带在身侧的小哑巴？夫人，从你出现在我眼前，让我跟着你，你保护我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了你。那时我尚未建功立业，并且在你眼中只是一个小哑巴，我怕你本就不喜我，知道后更不。裴如言，我们是两情相悦，并非你一个独自暗恋。先前都没仔细看过你，我想看看你身上还有没有旧伤痕迹。幼年背上没有伤，都治好了。好像我第一次见你被打时，你就没有叫过疼。当时我想你定是个不屈的人，后来才知道你是哑巴。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？即便不哑，也不会喊。我要让他们更痛。这个呢？这个你喊疼了？这里疼，我以为你厌恶我。我没。不要回答了，洋洋。你为什么要喊洋洋？夫人的小字，我不能换吗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字？你干嘛？夫人幼年不是告诉我，这是岳母从小唤你的名字吗？我有说过吗？
我不是跟裴如眼在山洞吗？怎么回到了新婚夜？这是做梦吗？你很开心？夫人不开心吗？我与夫人只见过寥寥数面，夫人或许不太了解我，但今后我们可以慢慢了解。夫人嫁给我，不用顾虑太多，你想做什么，喜欢做什么，我都不会阻拦。若遇阻挠困难，只管交给我。按照祖制，新婚夜是要……但是你我还不相熟，夫人若……我没有不愿意啊。你愿意？那你呢？你心悦我吗？他纯情的模样格外好玩。我心悦夫人，此生绝不纳二色。那我们熄灯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交杯酒。这人怎么这么默契啊？等一下，好了，你自己来还是我帮你？先亲脸。新婚夜，你说你心悦于我，你记起来了。世子，夫人，你们是否在洞中？姑娘，你没事吧？陈叔，昨日那匹马还有马夫，立刻派人调查清楚。世子放心，我定会仔细查探。少爷，属下已经查明了，那马夫一经拷打，全都招了。是二夫人的母亲柳姨娘指使他这么做的，目的就是要少夫人性命。这镯子就是从马夫那里搜出来的，说是收买马夫的物品，以确定二少夫人的贴身物品。二少夫人谋害世子夫人，证据确凿，目无法纪，押送监牢。是。二郎多日不来，我得想办法让他过来才行。主子，二公子往这边来了，肯定是回来找您的。快，素云，帮我补妆，我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二公子看到您这般模样，肯定会被您迷住的。二郎，今天我定要让你回心转意。要不是天还没黑透，我都以为我是进了什么秦楼楚校呢。不管怎么说，你我都是夫妻，贬低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二郎，闭嘴！你别这么喊我，恶心。好，那就喊你夫君。为什么要去伤害宁宁，置她于死地？什么？别装！沈妙仪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我夫妻，我想留你也是情理之中吧。你竟还妄想我与你同在一个房间！只要让我怀上孩子，往后再不会去扰你。我知你现在厌我，二郎，我只想要个孩子。你对我撒的是什么？扶春粉。二郎，你今晚只能与我一间房间了。滚！裴彻，你喜欢上沈桑宁了是不是？你不会还有为沈桑宁守身如玉的想法吧？与你何干？喝水有用的话，谁还用药啊？你觉得你和他有可能吗？他这辈子到死都是裴如眼的妻子，是你的长嫂。你以为这样可以解药吗？你情愿刺伤自己，不愿碰我。马夫已经招供了，你和你母亲就在牢中相聚吧。裴彻，你就这样厌恶我？两世啊！我今都是被丈夫厌恶的存在。沈桑宁，为什么你没有被摔死？为什么所有人的目光为珍贵？希望我想要的到最后都是你的。我吵醒你了。今日还未到母亲规定的时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自己夫人房中，这不是天经地义。夫君，我想你了。要不从山上回来，我便腰腹酸痛，都怪你太过用力。可我，宁宁，你一定是嫁给兄长有难言之隐。我只要看你一眼就好。谁？
世子，您是受歹人威胁了吗？没有，退下。是。裴彻，他有病吧？怎么还敢听墙角？跪下！裴彻，给我一个解释。兄长，不是你想的这样，其实我是来找你的。找我？从门外这样滚进来，这是我不对，是我急着找兄长，怕你不见我。但兄长放心，我才刚来，其实什么也没听见。这就是你的解释吗？兄长，我绝不会乱说的。你怎么回事？沈妙一对我使了些手段。那你怎能直奔我房中？我只是想来让兄长为我做主，我必须休了那毒妇。你不该先去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吗？你后院中不缺你心爱的姨娘。兄长，我不愿意因为算计而做那种事。裴绰，这真不像你能说出来的话。兄长，我有些难受，先走了。今夜之事，倘若你说出去半个字，兄长放心。夫君，你喝不喝水？夫君，你还在生气吗？我发誓，我根本不知道裴彻发什么神经。夫人，别着凉了。今晚这里不便休息，我们去侧室先将就一晚。夫人，你这么好，我不想让别人看见一眼。还当你是国公府二少夫人呢？这是国公府送来的休书，明日就押送宁国突。娘，我这2辈子做错了吗？夫人，该去前院同母亲吃饭了。沈妙仪收到裴彻的休书后，就在牢中撞墙自尽了。我能不能在郊外给他立个衣冠冢？沈妙仪对你痛下杀手，你为何还想给他衣冠冢？他从一出生就被柳姨娘灌输要处处和我比较、跟我争抢的观念，一定要过得比我好。他的思想从小就一直被这样禁锢着，所以他做出那些错事。你就是我的姐姐。你和他说那么多做什么？妙妙，你记住，他是你的敌人。既然他偏爱争抢，成婚那日为什么又会心甘情愿嫁给裴成呢？谁知道呢？也许他试过了呗。今生与前世相比，已然天翻地覆。上辈子裴如言早早离世，而如今他好好的站在我面前。夫君，若你没有娶我，会是什么样？我怕会抑郁而终。他上辈子郁郁而终，竟是因为我们的错过。阿言，这辈子我们没有错过。人呢？没看见宁嫂嫂冷吗？还不快拿汤婆子来！我倒不知二弟什么时候这么贴心了。那看来大哥了解我的还不够多。孝敬长辈，二弟这是长大了。明明宁宁是我的妻，凭什么是兄长在她身边举止亲密？看着你们夫妻俩恩爱和睦，我也放心了。好阵子没有这样一家子团聚，往后的日子一定要同心共德，再不能让任何事端破坏家庭和睦了。夫人，我帮你暖手。二弟，你也这般年岁，该自己担责了。我在军中为你疏通了不少官，你出去历练，在外面闯荡几年，见见世面。等回来凭借你的本事，在朝中谋个一官半职，将来吩咐自立门户，
母亲也少些忧心挂念。兄长，我不愿离开，我本就没什么远大志士，在家中挺好的。母亲病愈不久，我想多照顾她。彻儿真是成长了，燕儿说的不无道理。你总归是要自立门户，能见见世面，学学本事，将来我也能少为你操心。母亲，我……夫人，你是不是吃坏了东西？来人，快去让府医过来。燕儿啊，我看着你媳妇儿像是有了身孕了。恭喜老夫人，恭喜世子，少夫人确实是有了身孕。燕儿，你要做父亲了。兄长，我愿意出去历练，保护家里人。